我是远近闻名的淘气包，因为战绩太过辉煌，吓跑无数相亲者。正当我妈长吁短叹感慨我要砸手里时，老公如天神一般出现了。只因媒婆说她家里父母都是远近闻名的人，正需要我这样的去中和一下。没人没说她家怎么个闻名法，但我妈了解我绝不会吃亏。又看丈夫儒雅少言，觉得肯定不是我的对手。结婚那天，爸妈牙花都快笑裂了，给了不少陪嫁，全家只剩我家宝财对我摇着尾巴，耷拉着耳朵，表现出一点不舍。爸妈，你们别担心，结了婚我也会常回来，骑电车20分钟就到家了。周围的人群哄堂大笑，爸妈赶紧塞我上车，生怕晚1秒我就跑回来似的。媒婆拿着上车礼，还没给我，看着已经被爸妈塞进车上的我，风中凌乱了。结婚第1天晚上，婆婆就扭着腰把丈夫赶出去，要和我谈谈心。我知道，终于开始了。妞啊，看你就是个懂事的。不，我一看就是个不懂事的。在我们那片远近闻名，相信您也知道。她噎了一下，换上笑脸再开口。你看我家娶你也花了不少钱，都是借的，不如你先把彩礼嫁妆给妈保管，先把欠款还上，等以后和你爸百年了，家产都是你的。你们现在都借钱娶媳妇了，还指望等你们100年给我们留家产？妈，这大饼画的，冰箱都装不下了。婆婆气了，叉腰大骂，不交给我保管，别叫我妈。我比她还生气，一把拽过客厅的丈夫，一个耳光甩上去。结个婚，你让那个外人来咱家干什么？你亲妈呢？还不赶紧送阿姨回家？老公懵了，闹了一晚上的结果就是丈夫顶着2个黑眼圈，早上没人出来做饭，屋里还是结婚时候的一片狼藉。老婆，我妈说结了婚你就要做饭收拾家务。我一个眼神扫过去，她立刻闭了嘴。给你2个选项：第一，跟我出去吃饭；第二，你自己在家收拾家务，我回娘家吃。坐在早餐店里，喝着香甜的豆腐脑，我才感觉人活了过来。这家人就这战斗力，小意思。吃完早餐，我直接拐带老公去了马尔代夫度假，用的是他的钱。期间丈夫手机没信号，我则是提早办了漫游卡。看着微信里我妈竖起大拇指的表情包，给她回了个羞涩的表情。看来婆家已经上门闹过了，我妈大获全胜，连带表扬了我。等我和丈夫回家，已经是1个月后，家里整洁如新，公婆像是监狱长一样坐在沙发上，等着我和老公。你们回来了，那咱就好好算笔账。公公瞪着丈夫，丈夫连和他对视都不敢。你们每月给我们交3000伙食费，用于买菜做饭。这个家多了1口人，就多1分花销。给你们说过了，为了办婚事，我们老2口可是把棺材本都掏空了，没钱再往里砸。我最喜欢算账了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更何况是公婆，跟我亲个屁。子帆，以前你在家也交伙食费吗？丈夫沉默，不敢看我。哦，原来是多了1个我才要交伙食费啊！看来你们是觉得我吃的太多了，正好我离娘家近，还是回家吃吧。老公经过1个月的思想政治教育，已经很知道我是他亲老婆这件事，马上附和。那我也去丈母娘家吃，我娘家做饭就不买菜，不出钱呢，在家当孝子吧。我给丈母娘交伙食费，1月3000，老婆等等我呀。回家里屁股还没暖热，丈夫就被我带到了娘家。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满意，直到我快生的时候，正和家里商量让孩子随母姓。公婆听到消息，火烧屁股一样上门了。亲家，
这是我老王家的种啊，随母姓。我俩的脸还要不要？公公急得脸红脖子粗。可是孩子们一直都是在我家住啊，这跟上门女婿有什么差别？我们能养活小两口，不交伙食费那种，要个惯性权不过分吧？再说了，青青这几个月产检都不少花钱，都是我们老两口出的呢。我妈说完，横我婆婆一眼，直接去了厨房。公婆两个人被噎得说不出来话，盯着老公想让他说两句。老公直接去厨房帮我妈摘菜去了。婆婆那是气得个七窍生烟，只能带着大包小包礼品再次登门道歉，给了老公5万块产检费用。老公当着她的面给了我，于是眼前怪异景象就出现了。我妈乐得合不拢嘴，婆婆气得嘴都歪了。刚生产完，婆婆抱着孙子爱不释手，天天像是喂牲口一样给我做各种油腻餐食，吃得我反胃，不想吃她就骂：你不吃也得为孩子考虑吧？你想饿死我大孙子啊？没见过这么恶毒的当妈的，得一顶大帽子扣下来。我本着月子心情舒畅的原则，不和她计较。出了月子，丈夫胖得跟猪一样油光满面，我很满意。儿子满月礼上热闹非凡，直到亲戚朋友听到我喊婆婆阿姨，一群人笑着纠正，应该叫妈，怎么能呢？因为我新婚夜没把彩礼嫁妆给她保管，她不让我喊妈呢，我也很苦恼啊。我3分委屈7分做作，直接让婆婆羞红了脸。婆婆闹了个没脸，回来就骂道：真是死鸭子嘴硬。我说你1句，你顶10句，没一点教养，还是您厉害。我说10句都堵不住您的嘴，您有教养呗。她气得雷沙发，被公公一通骂：你动静小点，不知道孩子还在屋里睡吗？说不过他，还爱找事，真是自己找罪受。公公的话让我听着想笑，又要忍着。这一家的远近闻名，到底闻名哪了？就这战斗力，太弱了吧？孩子刚断奶，婆婆就催着我赶紧去找个工作，赶紧去找个工作吧。整天在家吃喝玩乐当个闲人，我儿子都要累死了。我不去上班，还不都是因为您？关我啥事啊？婆婆气地说：是啊，关您啥事啊？嫌吃萝卜淡操心，真是过了河就想拆桥。您儿子都断奶30多年了吧？怎么不见您找个班上呢？婆婆气倒，看着我吃螃蟹吃得正香，还有老公在一边殷勤伺候，她简直能酸水倒流。腰一叉，吃嫩胖了还吃，吃死吧！你嫩大年纪了，不是还活着呢？你怎么和长辈说话呢？儿子，你就看着他欺负你妈，你还知道自己是长辈呀？你要不是长辈，一天不知道挨多少顿呢！啊，儿媳妇打人了呀！老头子嘛，我要被打死了呀！老公剥螃蟹的手顿住了，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妈哭喊着去找他爸，真要翻天呐！我真是家门不幸，媳妇敢对婆婆动手了。公公说着从屋里冲出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脚朝我踹过来。只听咔嚓一声，熬死人了呀！公公一脚踹过来时，我灵巧闪身，他脚踹上了桌角，痛得哭爹喊娘，呈7字形歪了下去。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公公正哆嗦着唇，喊着痛。我和丈夫还有婆婆就像是给他致哀一样，排排站在他床边，听着他呻吟。不一会，从未露面的小姑子来了，公婆像是找到了组织。婆婆拉着自己女儿的手，接过礼物，听到是女婿给买的，愣了我一眼，说：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，还是我女婿好，懂事听话。看，拿了这么多礼物来看我们，不像某些人动拳脚，像是泼妇加没良心，眼里没有一点长辈。我擦，这不是在说某人吗？都快指着鼻子骂了。看到一旁低头不语的老公，
我一个耳光响亮甩上去，一屋子人都震惊了，该嚎的也不嚎了，都盯着我。你妈说你没听见呢？真是白痴一个，没听你妈说吗？他女婿都给他大包小包带东西了，不带就是不孝，没良心，眼里没长辈，这不妥妥说你的吗？你也是女婿，在岳父岳母家白吃白住几个月，连个毛线都没买过，听到你妈怎么教育你了吧？还不赶紧去买礼道歉去！丈夫被我连打带骂，弄懵了，捂着脸就要下楼去买礼品，被气得嘴角哆嗦的婆婆一声暴吼：“你个龟孙，傻孩子，不准去！”丈夫站在门口，眼神在我和婆婆脸上来回逡巡，哪个都不好惹。她无奈抱着头蹲在了门角。婆婆败阵，公公气又上来了，看着被气得脸红脖子粗的妻女，她梗着脖子喊：“这个恶媳妇，打我和你妈呀！我们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看看你哥，都被他欺负的一点脾气都没了。我和你妈在他手下生不如死啊！”公公连骂带唱，真是声情并茂，真不是这样。我只是拌了几句嘴，我连公婆衣裳边都没挨到。我朝着小姑子解释道：“没有和小姑子相处过，我本能把她往好处想，谁知是我草率了。少在那放屁，想着我爸妈老实好欺负是吧？今天我就要教训教训你这个没教养的贱女人，让你知道这个家，你算个屁！一个外姓人敢欺负我们姓孙的，真是开了眼了。”说完就撸起了袖子，我眼睛亮了亮，这是要开干呢，好久没活动过筋骨了，大好时机呀！可别怪我不客气了，我和你可是平辈呀，打输了不准哭哟！他一个扫堂腿过来，我闪身一躲，门口的丈夫发出一声惊叫：“啊，我的腿！”说完整个人瘫在我脚边。媳妇，我受伤了，你快点给我叫医生，离死远着呢，滚一边去！我躲过婆婆过来抓我头发的手，侧身一推，她被我推到病床上，不知道嘴上啃到了什么，只听到公公满嘴的呸呸呸声音，老婆子怒气直飙涨，顾不上我，去薅老头子头发了。小姑子眼看我没吃到亏，只有他家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，整个人气得像是癞蛤蟆，脸都鼓了起来，拽着我的胳膊冲进病房的卫生间。林青，你去吃屎吧！一脚踢上卫生间的门，把丈夫的哭喊隔绝在门外。老婆，手下留情啊！留个屁！小姑子本来想把我按进马桶里，仗着自己长得高，长得胖，谁知硬是没压弯我一点。就这点力气吗？再用点劲啊！我鼓励他，他脸都涨紫了，也不曾把我往马桶那边移动一分。你真没力气，吃屎的可是你了！他突然惊恐地睁大了双眼，看着眼前的通电器，这还是早上，你爸现拉的呢，尝尝新鲜不新鲜？啊，你拿开！你个贱货，你把这东西离我远点！那怎么行？吃屎这个主意还是你出的呢，多好的点子！好好享受吧。通电器在他脸上划拉一遍又一遍，他整张脸又臭又骚。我玩累了，小姑子也瘫坐在马桶边，一边哭一边呕吐，真是好可怜。门外捶门声不断，一把拉开卫生间门，那对母子就站在我脸前，看着我身后小姑子的惨状，睁大了眼。妈，打死他！他欺负我！哥，揍他呀！你们怎么不动？两尊泥塑像是没听到自己亲人的哭喊，婆婆则是彻底惊了。丈夫看我抬手，马上抱着头，打了他可不能打我了呀！媳妇，我只是想打个哈欠，有这么恐怖吗？哦，手上真臭。身后小姑子的哭声异常凄惨，我都不忍再听。我拽着老公就准备走，老公却反应过来，我爸受伤了，不得在医院照顾吗？
你没听你爸说，在我手里生不如死啊？我一个外姓人，哪有自己人照顾得好？屋里不现成有个孝顺的本姓人吗？病房里3个人呆的呆，哭的哭，就这么看着我拽着老公，把他扯走了，打了一架，通体舒畅。自从结了婚，我妈让我收敛，好久没这么玩过了，还得感谢婆家。怪不得我妈说嫁人了，才知道嫁人的好处。自己人果然不骗自己人。丈夫中途去过1次医院，说小姑子在医院蓬头垢面，黑眼圈几乎要垂到鼻子，看着憔悴了不少。还好病房是单人间，能容1个人休息。只见婆婆偶尔回来拿换洗衣物，小姑子连娘家的地都没踏进半点，真是有眼力见。终于，小姑子受不了了，在婆婆哭求挽留下，甩下自己亲爹亲妈跑了。果然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。小姑子跑后，公婆让丈夫在医院照顾一阵。丈夫说他还要上班看孩子，公婆说我没工作，连个孩子都看不好，真是个废物。我怕前脚走，后脚轻轻就敢让儿子去练单杠。公婆想起前一段时间的英勇事迹，偃旗息鼓，灰溜溜办了出院。出院第一站就是到我家打报告。他们前脚到，我后脚就抱着孩子，领着老公回娘家。一个老太婆憔悴不堪，一个老头子打着石膏，看着要多凄惨有多凄惨。连我爸给他们泡茶的手都抖了抖，看着我的眼神意味不明。我撇撇嘴，不关我事。亲家呀，你家女儿太厉害了，把我全家打了个遍啊。婆婆一开口就是哭嚎，我妈捂着半边脸，想笑不敢笑，忍得很辛苦。你看看，把我们2个老的打成什么样了？公公附和，我爸倒是冷静，一个眼神盯得在丈夫打了个寒战。我爸想抽烟，看看自己外孙，又把烟塞进盒子里。你们确定是我女儿动的手吗？我老2口都成这样了，你还不相信吗？公公粗着脖子吼，孙子翻，我女儿真的对长辈动手了吗？如果是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训她。如果你说谎话诬陷她，等我们弄清楚事实后，我女儿以后和你也没什么关系了。你想清楚再说。一时间，全家人视线压在丈夫身上，他哆嗦着唇，看看我，又看看他爸妈，再看看自己儿子。在我以为他要拔腿逃跑时，他开了口，轻轻没有动手，他就是和我妈吵了几句。我爸出来踹他，他躲开了。我爸踹上桌子，受了伤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公公气得破口大骂。我爸淡笑不语。我妈拍着婆婆胳膊，亲家公说这话，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吃里扒外？孙帆维护自己媳妇，能叫吃里扒外？你们当长辈的也真是，大老远跑过来诬陷我女儿，还有点长辈的样子吗？我妈佯装生气的样子，我简直想为她点个赞。婆婆哭得更大声了。我早知道林青这样，我妈急忙打断她的话，女儿已嫁，概不退货。我看着自己亲妈急慌慌的样子，不觉翻了个白眼，被老公紧紧拉住手。这个傻瓜，孩子都有了，公婆就算是想退货，我也是拐带他儿孙一起走，看谁损失更大。公婆哭丧着脸走了，婆婆的哭声尤其凄惨，惹得我妈都心疼了，点着我的额头，林青，你给我收敛点。两老回到家萎靡了一阵，又开始就太萌发，整天看着我不顺眼。可是经过了上次的战争，2个人也只是耍耍嘴皮子了。比如现在，他看着狼吞虎咽的儿子，摸着他猪头一样脑袋，居然满眼心疼的在感慨：你说，你们结婚了这么长时间，居然没把我儿子喂胖一点。我儿子真是可怜。丈夫有点猛，停下了进食的嘴。
我笑笑看着因为住院瘦了不少的公公，哎，您和公公都结婚几十年了，也不见您把他喂胖呀。我哪有您倒横身，喂不胖也很正常。知道自己亏待自家男人了，还不少吃点。你看你，吃虾专吃肉，虾皮才是最有营养的。说罢，看着我面前一堆的虾皮，气得胸膛起伏。毕竟是我丈夫的亲妈，气坏了可怎么好？我知道这有营养，这不特地给您留的吗？年纪大了缺钙，来，多吃点。说罢，我就把自己吃剩的虾皮一股脑搓了，放进婆婆碗里。末了还叮嘱餐桌上的2个男人，有营养的东西，你们可不能给他抢啊！这是我特地孝敬婆婆的。妈，您慢慢吃。桌上的2个男人一言不发，婆婆气得薅住公公一顿摇晃，又拍了老公脑袋，真是净打自己人，有眼色极了。从此，我感觉婆婆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吃人一样。果然，什么把彩礼嫁妆给她，她就当我是亲生女儿，都是骗人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1分钱也没给。眼看正面交锋失败，婆婆开始侧意包抄，借着我婚前就是我们那一片混世魔王的名头，在附近把我魔化得像是个天天折磨她的坏媳妇。本来我就名声在外，不在乎这点议论。有的小孩拿着石头砸我后背，我直接捡上10块石头，一个个扔出去，看他们抱头鼠窜的样子，很是畅快。婆婆眼看我没吃亏，老毛病又犯了，不停嘴欠，收拾着家务，自己气得一肚子气，嘴上骂骂咧咧。我做儿媳妇的时候，什么活都干了，伺候婆婆，照顾老头子。现在的儿媳妇就是懒蛋一个，整天好吃懒做，等着被伺候，啥也不干。我看着气鼓鼓的婆婆，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勤勤恳恳做家务，真是活也干了，也不落下一点好，真是得不偿失，只好好言安慰她：你命苦啊，幸好我命好，生在新时代，不如这样好了，你重新再嫁一次，没准比我命还好，毕竟时代不同了。你啊，我杀了你，长久的落下风。她有点疯癫，我看着操刀向我挥来的婆婆，有点惊了。不是吧，刺激疯了？几句话？不至于吧，这好歹是孙子帆的亲妈呢。虽然空手夺刀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可是婆婆眼里切切实实的杀意，让我有点心惊。半晌，婆婆躺在地上，只剩出的气，没了劲的气。我赶紧打了急救电话，医生的话让我们几个人沉默了半晌。婆婆长期压抑，患上了狂躁症加轻微的抑郁症。听到这些，我看丈夫看我的眼神明显变了。医生说老人家要保持好心情，少劳累，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都顺着他，把他当老佛爷一样供着。公公回去时把拐杖摔了，气得胡子一翘一翘，给自己闺女打电话：女儿，你妈被你嫂子气得精神病了，你赶紧回来。这个家，我们4口姓孙的，还能让一个外姓人欺负了？我听不到小姑子说什么，但看着公公脸色，也不是什么好话。一会儿在公公的怒骂声中才知道，小姑子很识相，说自己是泼出去的水，吃自家饭，管自家事，娘家的事以后都是哥哥的，别去找他。看来上次的那顿屎是吃明白了，在医院照顾公公那么久，也被医院消毒水洗干净脑子了，知道自己的位置。公公刚开始骂小姑子，后续就开始骂自己儿子，说自己儿子没用，娶个媳妇回家连家务也不做，班也不上，还不孝敬老人。他们2老怎么这么命苦啊？丈夫被自己亲爹批评的狗血喷头，这下家里连个做饭的人也没了。在我第3次往屋里拿外卖时，被婆婆一把夺过去。
我以为他要吃，就想着自己再点一份，谁知道他使劲甩在地上，吃，就知道自己吃饱，全家不饿。你不会买菜做饭，不会伺候公婆呀，家里荤菜基本都是我去买的。什么叫我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？我买的菜，你做的饭，做好只有我一个人吃了吗？你们都在一边看着，既然医生让他休息，我自己点个外卖也有错了。感情这老两口是要逼着我伺候他俩呀？你还敢跟我犟嘴？看我不拧死你！说完还真的上手，准备拧我的脸。我刚要抬手，被身后丈夫一把抓住手，拉到一边。林青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，敢跟我妈动手，我看错你了，我简直冤枉。我只是想挡一下，谁知丈夫根本不听我解释，给我妈道歉。你看你把我妈逼成什么样了，还跟老人家动手，她就是砸你个外卖怎么了？婆婆一看儿子终于硬气起来，给她撑腰了，马上更加神气。结婚前我就知道她不是个好东西，你看把我家祸害成什么样子，还说自己买菜给我们吃，还不是用的彩礼钱，花我们的钱给我们买菜，她还委屈上了。婆婆一口气说完，自己累得直喘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既然不上班，就在家带孩子，伺候公婆，不然就给我滚蛋！我看就你这破名声，出了我家门，谁还敢要你？老太婆看有人撑腰，这是突然崛起了呀！你那么嚣张，是有动物协会保护你吗？真是风油精喝多了，净说风凉话。我是嫁给孙子帆当老婆，又不是给你全家当保姆。一番话说的婆婆摇摇欲坠，丈夫扶住她才勉强站稳。丈夫赶紧拿来氧气瓶。我看着在沙发上吸氧的婆婆，丈夫看我的神情和那天在医院如出一辙。林青，过来给妈道歉，你已经触及我底线了。做个家务怎么了？用得着你这么刺激老人？你嫁过来这么久，不是我妈一直做家务吗？连我爸住院，你都没帮一点忙，还打了我妹妹。对，儿子，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和你妈才是你的亲人，就得让她在家伺候老人，哪有老人伺候晚辈的？不像话！公公也凑上来了，我成了全家人的公敌。我收拾东西打包回家时，那一家三口就在沙发上，看着我抱着儿子拎着行李箱走了就别回来。我看哪家的媳妇因为不做家务离家出走的，用这招威胁我们，你还嫩着，老娘早多少年都用过了。我一脸佩服地看着婆婆，丈夫欲言又止，被公公一掌拍过去，不准去接她。我年轻时候就没少去接你妈，都是瞎闹腾。林青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我家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丈夫目光闪烁，我懒得理他，抱着儿子就回娘家了。这一家人等着我主动服软回去，伺候他们。谁知道，等来的却是我的离婚协议书。我妈再三问我想清楚没，我当然想得很清楚，冲她狡黠一笑，当然想清楚了。以前是冲着丈夫能调教才凑合过的，反正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现在丈夫都倒戈了，不和我一心，我还和他们斗个鬼呀！去赴刘子得了。期间丈夫来爬过一次窗，递上来的绿本本过了我的眼，很满意，马不停蹄赶他走了，连孩子都没让他看一眼。婆家收到离婚协议书，公婆第一时间跑来我家闹，要带走自家孙子，还要我退还彩礼。我爸被气得说话都不利索了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丈夫躲在他们身后，一言不发。还是邻居看着闹成这样，好心提醒他们，都结婚2年了，孩子都生了，还想退彩礼，真是法盲。2个人站在那，想到自己的钱，哭得痛心疾首，讲理不过就动手抢。儿子被他们扯着腿，疼得哇哇大哭。
我心疼坏了，想要踹他们，又看到孙子帆，忍了。我可是精神病，真伤着你儿子，也没罪。你不把孩子给我，我老婆子就是死了，也死你家门口，喷你一脸血，让你夜夜做噩梦。孙家父子惊了，看着婆婆，以为她犯病了。我也惊了，这么下去，真要出人命。最后，我看着哭得不成调的儿子，松了手。一家人像是战胜的公鸡，抱着孩子走了。爸妈怕我伤心坏了，在一边给我打气，说一定帮我把孩子抢回来。我伸了个懒腰，拿上墨镜，朝他们挥挥手，千万别让我体验几天单身生活吧！我要潇洒，我要快活，哈哈哈！女儿这怕不是被刺激疯了吧？瞎说什么呢？孩子开心，总比咱在嚎啕大哭强吧？咱女儿那心脏，她能刺激所有人疯，她都好好的。别说，还是我妈了解我，在国外度假，享受着阳光沙滩、美味的热带水果。国内传来的视频上，婆婆揉着腰，还要给孙子做饭。以前在家都是我带着孩子，她做家务。现在我走了，她不光要做家务，还要带孩子，成了全家24小时的保姆。看着日渐憔悴的婆婆，我充分在精神上表示了心疼。毕竟在她的观念里，男士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怎么能让顶梁柱做家务呢？家务都是女人要操持，男人下班回来只管享受好了。看着视频上忙碌的身影，我赶紧喝了口椰汁压压惊。最后一次接到婆婆电话，是在冷静期最后几天。林青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给我认个错，以后规规矩矩当我家媳妇，我就让你回来。不然，你个二婚头，等着老死自己家里吧。我儿子要工作有工作，要长相有长相，离了你，照样找个头婚大闺女。听着电话里底气不足、明显阴弱的婆婆，我简直要笑出声。这才1个月，音调都变了。看来带孩子真不是人干的活。是了，您说的都对。我觉得吧，不止我老公能，你老公离了婚也一样找个18岁的。男人41枝花，80就是双花，厉害着呢。我赶紧挂了电话。没办法，我这人就是嘴上不爱吃亏。老太婆在被我气得神经错乱。可是麻烦，那谁给我带孩子？自从离婚后，爸妈怕我难过，赶紧提前交给我一笔巨款。我眼睛都瞪圆了。女儿啊，你别担心，就算你一辈子不结婚，爸妈也养你，也养得起，别难过。孩子，婚姻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。我感动得两眼眼泪泡，觉得欺骗自己爸妈实在太罪过了，就一股脑把实情说了出来。结果到我手上还没暖热的银行卡被夫妻俩夺走，并对我进行了男女混合双打。啊，不是，妈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爸，你别打我屁股啊，我都这么大了，我的尊严呢？你有个屁的尊严！眼看婆家因为带孩子闹得鸡飞狗跳，今天婆婆追不上孙子摔了一跤，明天公公没哄好孙子，被婆婆一顿骂，整个家乌烟瘴气。他们就想赶紧给儿子找个对象来接手这一摊子，至少能做个家务，带个孩子。可是没人上门看了眼情况，介绍的几个连二婚的都看不上这条件，更不要说还有个小子要养。孙子帆被几次相亲严重打击了尊严，整天垂头丧气，像是被抽走了魂。他爸妈吓坏了，突然他发小出现，说省城有好工作，推荐他去看看。这一看不得了，直接攀上高枝了。自此他爸妈总是带着孩子，不经意间转到我家附近，开始大讲特讲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儿子在省城谈了个对象，
省里实权部门的姑娘呀，那厉害着呢，比我家上一个强多了。真是，我儿子瞎了眼才找到那女人，等我儿子结了婚，他连给我儿子提鞋都不配，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，专门去给我爸学了一遍，连表情都学了个10成10。我爸笑的手上的烟都抖掉了。不久，还真说是事成了，就是梁老一次省城也没去过，街坊邻居都以为他们撒谎。条件那么好的，怎么会看上一个离婚还带着娃的二婚男？老两口费尽口舌解释，生怕给自己儿媳妇招了黑，什么他们不愿意去，怕影响小夫妻独立空间，让人听了不禁唏嘘。孙家这俩媳妇，一个被他们夸上了天，一个被骂得狗血喷头。要是他们知道了实情，会不会被气死？实际情况是，他们儿子告诉梁老，他在岳父家撒了谎，说自己爸妈也是个小领导，就是怕娶不到人家女儿。而且女方还说要把儿子接到省城养，他怕梁老去了就露馅了，怕到手的肥肉跑了，还说让梁老多借他点钱。撑撑门面，两个老人看着自家儿子把孙子接走，给自己带了不少营养品，赶紧把压箱底的私房钱拿出来，让儿子带给媳妇当彩礼。抱到儿子那一刻，我看着胖乎乎的儿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再看到丈夫递过来的钱，一脸疑惑：“喏，这是我爸妈给新娘子的彩礼钱。”我拿着那沓钱，冒了星星眼，比我结婚时还多。真是嫁了一次人，拿2次彩礼，真是过瘾。我还要感谢他们呢。趁着婆婆给我带孩子，我加紧学习，在那年成功上岸，还是不带孩子，脑子好使。以前一边带孩子一边学习，结果果然是落榜。这次老公也很给力，那么胆小的人，见了我就缩脖子的老实丈夫，在我的逼迫下，和我联手演了一场离婚的好戏。冬日里，我躺在软软的躺椅上，身侧是公婆从老家寄来的车厘子，又大又甜。丈夫洗干净了，摆在我面前，身后是丈夫温柔的手在替我按摩肩颈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，在省城过得太舒心。我的爸妈时不时来看看，指着我的脑袋骂：“傻人有傻福，傻吗？”我并不这么认为。丈夫问我，当初为什么要演离婚这场戏，不能好好解释，以我的战力完败他们。我摸着他的脸，很认真地答道：“你妈强势了一辈子，估计是打遍全家无敌手，突然来了个战斗力比她强的人。她觉得有人抢了她的地位，我是可以一直和他们争下去。可是你妈已经被刺激的有了轻微的狂躁症，如果她真的健康被毁，你作为儿子，一边是老婆，一边是亲妈，该怎么办？我们都会进入一个死胡同。”这是我的真心话，丈夫却听出了不一样的意思，他满眼欣喜：“老婆，你是因为在乎我才做的这个局，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赶紧说，你最爱我。”才不是，妈妈说了，她最爱的人是我。儿子跑过来，一把挤开老公，父子俩闹成一团。我看着和儿子在地上打滚的老公，突然想起上次我妈说的一句话：“傻人有傻福。”如今公婆在老家，逢人就夸自己儿媳妇多懂事，多好的女人。他儿子真有福气，还不时寄来东西给自己儿媳妇，就为了让自己在儿媳妇心中有个好印象。我不敢想象，他们知道了自己家儿媳妇压根没换过人，该是怎么样的反应。毕竟他们已经给自己儿子出了馊主意，赶紧让媳妇怀上，等生了他们就能来省城了。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再厉害的女人还能不要婆家吗？我笑着问老公：“要2胎吗？”他抱着被子连滚带爬的跑了。